在第一滴血前传的制作计划正式公布之后，立刻在影迷圈引发了不小的争议。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因为很多人认为约翰·兰博这个角色最成功的地方，恰恰在于观众从来都不知道兰博在越南战争期间究竟经历了什么。时间回到1982年的电影《第一滴血》，当观众第一次见到兰博时，他早已经不是普通士兵了，而是一个被战争彻底改变的人。兰博沉默、孤独、充满创伤，仿佛是一个仍然活着的幽灵。当时，影片并没有详细介绍过兰博在越南战场究竟经历了什么，而正是这种刻意的留白，才让观众能够自行想象兰博那些可怕的遭遇，也让这个角色的痛苦显得更加真实和深刻。许多影评人认为，《第一滴血》的伟大之处就在于这一点。兰博不仅仅是一名退伍军人，更代表着整个美国越战世代那些难以言说的心理创伤。当兰博在小镇遭到警察羞辱时，观众不需要看到任何战争闪回画面，也能够理解他的崩溃与反击，因为那些伤痕早就已经写在了兰博的眼神和沉默之中。但是，随着约翰·兰博前传正式启动，这一切可能都会发生改变。根据目前公开的信息，兰博前传将由西素黄金硬汉导演亚尔马里·赫兰德执导，故事背景设定在越南战争时期。年轻版兰博将由诺亚·森迪尼奥饰演，而大卫·哈伯与詹姆斯·弗兰科也将加盟演出。影片将首次把镜头对准年轻时代的兰博，向观众展示他是如何从一名普通士兵变成后来那个令人闻风丧胆的战争机器。但是问题也正是出在这里，很多影迷担心，一旦电影开始详细交代兰博被俘、受刑、参战以及心理崩溃的全过程，那么第一滴血中最重要的神秘感就会被彻底拆解。原本象征着战争创伤的角色，可能会变成一份按部就班的人物成长档案，观众不再需要想象，而只会跟着剧情寻找答案。事实上，好莱坞这些年已经多次掉进类似的陷阱，比如少年汉尼拔试图解释汉尼拔为什么会成为食人魔，结果却削弱了角色原本的神秘魅力。游侠索罗也试图解释韩索罗的各种经典设定，但最终却让不少观众觉得是在画蛇添足。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那就是兰博这个角色与史泰龙几乎已经无法分割。在过去40多年里，观众看到的不只是一个角色，更是史泰龙本人随着岁月老去的过程。从第一滴血到最后一滴血，角色在与演员共同成长，也共同承载着整个系列的历史。因此，无论年轻演员表现得多么出色，观众都难免会不断拿他去与史泰龙进行比较，而这本身就是前传最大的挑战之一。当然，目前影片仍处于早期的开发阶段，如果创作团队能够真正聚焦战争创伤与人物塑造，而不是把越南战争拍成另一部炫目的动作大片，那么这部影片依然存在成功的可能。但对于许多老影迷来说，他们最大的担忧始终都没有改变，因为兰博最动人的地方从来都不是他经历了什么，而是在经历了一切之后，兰博依然孤独地活了下来。当好莱坞试图把所有答案都摆在观众面前时，也许反而会失去兰博这个角色最珍贵的魅力。这里是影视查克 Think Check， 每天与您分享最新的海外影视资讯。